8月4号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官方公布的导弹发射现场视频显示，曾经在阅兵式上威武亮相的东风15等弹道导弹，这次是在山村小道上点火升空。多个发射场景中还出现了塑料大棚、乡村公路等田园风光，侧面展现出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出色的无依托发射能力。换句话说，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就能迅速起数发射，让解放军的导弹发射更难被对手发现和预测。而且，东风15射程可达800至900千米，具备弹道末端可变轨能力，难以被反导系统拦截。穿越了这个台湾的它的爱国者导弹的密集部署的空域，同时是在美国宙斯盾的眼皮底下精准打击目标。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军队已经解决了在远海远域看得见、打得准的这样一个问题。台岛上面的爱国者3的拦截高度通常来讲大概是20公里，但是我们要知道中近程导弹的飞行高度有可能到80、100甚至130到150公里的弹道高点，也就是说我的飞行过程中有很大一段你是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的，而且我们说在末段突防的过程之中，我的速度也超过你拦截目标的上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让你看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拦不住。那么而且呢，我们说在拦截的过程之中，对方的目标的速度不能超过1600米每秒，就1.6千米每秒。但是我们知道，近程导弹在对大概300公里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速度已经会到1.7公里每秒，就是我的速度超过你的拦截上限。更何况我们说爱国者3的射程也就是30公里，这个30公里还是斜距射程，所以说我只能应对大概差不多150度的这么一个范围。如果说在这个范围以外的来袭目标，那对不起，我是要把这个发射系统重新进行旋转的。那么这个过程你在作战的时候有没有时间？这个我觉得也还要打个问号。官方还公布了导弹精准命中台湾岛东部、北部以及南部海域3个演习区靶场的示意画面，其中射向东部靶场的导弹首次飞越台岛上空。分析就指出，此次演训中，我军常规导弹部队针对性地展现多项关键能力，体现出火箭军首战用我必胜的特殊作用。可笑的是，台防务部门一度出面否认解放军东风导弹飞越了台湾岛上空。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晚间公布，其探测到至少9枚解放军导弹，约在当天下午1点56分、2点14分、2点57分、3点5分到3点8分等分4波射击。有网友讽刺台防务部门是不是根本观察不到解放军的导弹？比如你的导弹的发射的区域实际上是来自于不同的发射阵地，但是你最终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达到了这个目标区域上空。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要告诉你，我有对你的这个目标区域进行极短时间内的饱和攻击的能力。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还透露，东风导弹首次飞越台岛射向东部靶场，把美军航母喝退几百公里，凸显解放军远域射指能力。这是第一次就把台岛的东部设为这样一个靶区。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是敢于叫板里根号的航空母舰，美国的里根号。那么当时我们可以说是迫使里根号的航空母舰从台湾的东南向东退出了几百公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映了我军的这样一个远域射指能力。我们的陆军和火箭军在台海军事行动演训过程中他们是有分工。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射程可不仅仅是能够封锁台湾海峡中线这个位置，它甚至能够覆盖整个台湾岛。那么台湾岛上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或者是重要的港口机场这些目标呢，都在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而火箭军的地对地导弹全部越过台湾岛，打在东面的3个作战区，意味着我们具备区域拒止能力，就是域外国家的军队军舰要想从台湾岛的东面来驰援，那么必然会遭到我们火箭军地对地导弹的拦截。那么在台湾岛的
北面和南面还有2个演习区，这2个演训区主要是中美两军空军和海军的作战飞机、舰艇在这个区域演训，而且他们演训的距离是有讲究的，全都深入到台湾岛的12海里这个范围内了，从而呢给台军一个大大的压力，压缩他们的活动范围。而这个演训过程中，空军和海军的舰机之间是有协同的，因此整个台湾岛被我们的演习区域所包围，但是每个区域他们承担的任务不一样。解放军5大军种参演，其中火箭军备受关注。官方公布的视频显示，起码发射了2型东风导弹，部分导弹穿越了台岛上空，精确命中台岛东部海域靶标。那么，曹先生，这次东风御舰体现了怎样的远域射指能力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解放军在军演中呢，使用的都是常规导弹，就是不包括核弹啊。那这个常规导弹呢，它里边有几种性能。第一个呢，就是打击移动目标的这种导弹，比如说东风21啊、东风26啊，它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还有一种导弹呢，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就是像东风17这样的导弹，高超音速，它的突防能力很强。那么还有像长剑10啊这样的巡航导弹啊。它的射程很远那么这个精度很高它是这样的一型导弹。当然还有东风15啊、东风16啊这样的导弹，所以他们执行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那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距离上它达到了。还有一个就是精准度上，我们说这些导弹就是都打中了目标，或者是说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是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就指的是这些导弹。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穿越台湾岛。那么既然它这个导弹能够从这个地方穿越台湾岛，说明呢，这个台湾岛它整个的岛上所有的目标都是在覆盖，就导弹的覆盖之下包括它的周边都是在覆盖的之下。那也体现了就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震慑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是无处躲藏的，无处藏匿的。所以我觉得呢，火箭军的这10几发的导弹呢，可以说达到了震慑台独分裂势力的目的，同时也检验了我们这种就是全域射战的能力。请教曹先生，据您的观察，面对解放军的锁台演训，台军又有哪些动作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蔡当局呢，对于解放军的这次演习呢，还是非常惊恐的。所以这个蔡英文呢，在发表谈话的时候说，这个对解放军的这一些军事演习的行动不要做出升级的反应。所以我们看到呢，当解放军的战机，然后包括我们的军舰，在这个对它进行封锁演习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导弹在穿越台岛的时候，它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说明台军对这次的这个演习是无能为力的他不敢拦截，也不敢动，所以呢，就是在自己的原地可以说是进行观望。所以通过解放军的演习吧，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震慑了台独分裂势力。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官兵接令后，快速机动至指定区域，对海上目标持续火力追瞄和模拟突击。那么，傅先生，您认为这凸显了海军在台岛方向构筑的怎样的作战体系呢？在这次大规模的演训期间，海军的岸基反舰导弹部队也参加了相关的演训，而且呢，在演训过程中，对一些目标进行了照射和跟踪。这说明我们的岸基的反舰导弹已经能够对较远目标实施精确跟踪和攻击。由于他们的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完全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因为大陆距台湾的距离平均距离顶多也就是200公里，那么我们的岸基反舰导弹的射程应该说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一旦这个区域发生战事域外国家的军舰包括航空母舰要想进入台湾海峡，那么它就要好好掂量掂量了。